哇，现在广州的二手房跌那么离谱的吗？腰斩呢，天河耶，核心区耶，如果再跌下去，哇，等等打赢的。广州的房价跟发疯一样，已经没有任何脾气了，价格回到解放前。现在白云区的房价到什么地步了？就在6号线地铁口，高峰期达到上百万，如今掉到33万一套，而且是现房现证。今年买房的人估计会笑掉大牙。长期被誉为中国经济火车头的制造业重镇，广东经济表现疲软，折射出了中国整体经济结构的深层问题。外需下降与内需不振并行，令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广东 GDP 增速持续低于全国，中国经济实际惨况可见一斑。过去几十年，广东凭借低成本制造和庞大的外贸体系，成为了世界工厂。但是这一模式为什么如今却是难以为继呢？本期节目我们就来一起了解。今天是11月30日，湖北老乡们带你们看一下土话的零工市场。现在不仅是桥南新街找不到事做，现在土话的生意也很差。你们看一下这一条街全都是找事做的人，招工的老板没有几个，而且都是招棉衣、呢子、卫衣，只会做单衣服的老乡们。就现在的状况说出来啊，大家可能都不肯相信，120%的人啊都睡不着，开超市的、开餐饮的、跑外卖的、跑滴滴的、美团的、建材的，还有啊做装修的、卖瓷砖的都睡不着。现在啊，连我们做物流的都睡不着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你看看，这市场还有车吗？我在广州啊做物流20年了，我还是头一次遇见。如果没有提前做短视频，估计我现在也是睡不着觉。广东正在爆发出国潮，连政府都没想到广东会有这么多人选择办手续。说出来呢，你可能不信啊。根据入境处数据查询呢，几个月呀就有几十万人扎堆办手续。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呢，50%以上的人竟然没有选择西班牙、意大利这些热门国家，而纷纷选择土耳其。各位老铁有没有看到我后面呢？现在肉江康的和大唐这边好多厂里都没事做了，是都开始提前回家过年了，都开始返乡潮，现在开始返乡潮了，是全都回家了。还有这边那后面全都是等车，今天10几辆大巴车全都回湖北的，因为现在好多厂里没事做，把厂都搬回家了，搬到湖北天门那边去了，是不是？现在要提前回家过年，开始返乡潮了。现在我老公被裁员了，这马上到年底了，裁员还是挺突然的。下班了？下班了，也下岗了，东西都带回来了。都拿回来了吗？拿回来了，东西本来就不多，水杯、镜本还有电脑都带回来了。啥情况？说裁都裁了？这上午到公司，高层开完会，领导就找我谈话，我就大差不差的猜到了。那赔偿咋说的？应该是N+1，合同上写的都有。公积金、社保交到月底，明天就不用去上班了。我们整个部门都被裁了。广州的就业形势恶劣到，就是鬼杀队给我个临时 offer， 让我去杀无惨，我都会愿意的程度。无惨找我也会去啊。前2天我去面试一个运营助理的岗位，在 Boss 上线上聊了足足1个多小时，他才愿意给我发面试邀约。之后呢，线下经历了 HR 面试、领导面试，之后回来等通知，还来了一个线上面试。一问工资才4000块钱，没有任何提成和绩效，没有五险一金，还是单休。但是呢，这个岗位足足有10几个人去竞争，因为当时去线下都已经下午6点钟了，还有5、6个人在排队面试。我不知道大家对广州月薪4000什么概念？我现在租这个房子加上水电费，1个月要2500，而且还是个单间。就光房租，我的4000块钱都已经元气大伤了。之后呢，还是让我等通知，不出意料的把我 pass 了。兄弟们、老铁们怎么办呀？这下彻底 BBQ 了，挂在龙华汽车站了呀！这么多老哥抢日结，抢都抢不到啊！怎么办呢？兄弟们救救我呀！太难了呀！这是真的挂得死死的。今年以来，在抖音、微信视频号、快手等社交平台上，大量年轻失业者诉苦，企业接连倒闭，让他们陷入了求职无门的困境。不少企业主也公开抱怨，订单锐减，资金链紧绷，企业难以为继。
这些来自社会基层的声音，折射出中国经济加速下行的现实。2025年前3季度，广东 GDP 同比增长 4.1%， 再次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。这已经是广东连续几个季度落后于全国，显示经济火车头陷入了罕见的增长乏力。当年单价200多万1平方的商铺，你们有没有见过？这里是广州上下九，可以说是全国闻名的步行街，曾经可是人山人海啊！现在你看，倒闭，整一条街区的商铺全都是空了。这里曾经除了要给正常的租金以外，你还要给转让费几十万，甚至高达几十万的一个进场费，都是排队买过来的。最高峰的时候，10平方的商铺都要去到2000多万了，你敢想啊？整一条街区到底能勾起多少人的回忆？广州投资上千万的超3大酒楼现在开始撤店，这些都是从周边过来挑选设备的老板，他们看上去匆匆忙忙，游刃有余，脸上还洋溢着开心的笑容。最远的甚至从湖南开车过来，为了几万块钱，老板们还是很拼的。这就是猴哥收的几百家大酒楼的场景之一。一经落万物生，描述的就是这个画面。我那个乖乖，全倒闭了，不是一家，是一条街，你看到没有？一条街。我之前就说过，纯外卖店今年之前必死无疑。为什么？因为平台规则变了，你不带堂食，我告诉你，做任何品都没有用，谁都拯救不了你。你而家執笠啊？先開咗1個月執笠啊，所以冇亂投資啊。亂投資執笠嘅結果啊，你睇咁旺嘅條街，加油啦！你们有没有发现，现在实体店越来越难见到一个顾客？就说说我今天的感受。今天是星期五，我在广州白云的万达，从1楼到2楼，我告诉你们家人们，你们可能都不相信，所有品类的实体店，几十个实体的品牌，一个顾客都没有。你说我们这些实体老板是不是真的太难了？看一眼啊，几千万没了；再看一眼啊，几千万又没了。这里是深圳沙井啊，曾经呢，这里是非常繁华、非常热闹的地方，特别是下班的时候啊，走路都是人挤人的，现在一片荒凉。这里呢已经落寞了，繁华已不在啊，看起来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涌在心头。你们知道现在广州跌成什么样了吗？我在天河花了120万的房子，今年已跌到60万一套，开发商还有几十套，装修好都卖不出去。广州这么多人都去哪里了？难道都准备回老家吗？广东经济长期依赖出口和制造业，来自深圳、东莞、佛山等地的电子、机械、家电产品是中国外贸的重要支柱。然而呢，在全球产业链调整、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之下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面临严峻挑战。最近30年历史的东莞长安镇金宝电子10月18号正式停产解散。该厂高峰时期员工人数曾经突破了万人，曾一度跻身于东莞出口10强的企业。该公司10年前就传出了外迁泰国。东莞长安的金宝、光宝、普斯、富士通、西安鞋厂、富安易然等大厂也都是不复存在了。正鼎鼎有名的日本企业东芝厂马上要搬走了，预计明年6月份清空，空出独门独院6万平的厂房，形象好，空地大，停车方便，大小可以分租，医疗带卸货平台，如果有需要的实地考察一下。东莞的制造业将迎来一场大洗牌，今年究竟是发生了什么？专员们指出，主要原因是产能过剩。可是呢，与此同时，印度、越南等国家的订单都在迅速的增长，很明显是产能转移到其他国家了，却又不认。又有专员提出了应该淘汰一些低端的制造业。然而，连我们国内的上等制造业，你像比亚迪、华为、富士康、美的这些，人家纷纷都将生产线转向全球市场了。说实话，现在东莞眼下最难的，可能不是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，也不是那些40-50岁了还在务工的老年人，而是那些表面被称为某种
实际上早已掏空家底的老板呢，你们说像东莞这个经济形势，厂子亏损的居多，轻供应商的货款多，关门跑路的也多，那些老板们在外面要低头哈腰，应对各种检查、各种应酬，对内还要发工资、稳团队，夜深人静的时候还要想着怎么去发展客户。在东莞这种大城市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想关门都不敢关。东莞又有一家工厂跑路了，欠了50万的租金不付，设备扔到现场都不要了，可把我房东坑惨了。这里是属于塘下镇，塘下镇10股份，欠租金欠了1年，而且你找他要租金，他怎么说的？他每次就拖啊，签的无数全都付，全都付租金和水电费，到了点他又没有钱，每次都没钱。那相当于你替他垫钱让他生产了。我又不能停他的生产，他就把这台设备不要了，他抵押给我。其实现在很多的工厂企业跟倒闭差不多，别看每天还有10几个人上班，但是老板发工资的钱都是贷款。表面上看人来人往，其实老板就算现在是有订单都没办法，因为进原材料的钱都没有。今天去了一个工厂，老板一进门就跟我讲他的创业故事。他说这个月的工资都没有办法解决，现在还在到处借钱。虽然有个几十万的订单，但是根本没办法生产，因为以前大家都赊账，可是现在拿一丢丢材料都是现金。跑路了啊，兄弟们，准备从信丰从头开始了。在南康开了10几年的家机工厂，还是倒闭转让了啊。对于现在这种情况，我还是做了一些心理准备的，但是没有想到真有这么一天的时候，多少都有一些控制不住。现在厂房已经卖出去抵贷了，生产负债80个，工人的工资和赔付还差一部分。现在呢，和你们嫂子准备回信丰老家，把厂里所有的库存清理掉，然后我准备把这个跟我几年的奔驰卖掉，先把我那几个老员工的工资先补上。金融时报曾经报道，法国外贸银行首席亚太经济学家阿利西亚·加西亚·艾雷罗表示，关税对广东的影响非常之大，因为广东企业恰好处在美中贸易战的中心位置。中国的知名房企包括恒大、佳兆业、万科与碧桂园总部也都在广东，但广东房价复苏速度比其他省份更慢，房价暴跌导致消费者与企业信心疲软，广东零售销售情况低于全国的平均值。如此看来，广东情况确实是大不如前。你敢相信吗？这里是深圳啊，深圳为什么这么荒凉？深圳，我敢说90%的实体店都撑不过这个冬天，你知道吗？自从9月份到现在，各行各业的生意都快撑不住了，卖水果的、卖菜的、开服装店的，全部都在咬牙硬撑。你们觉得深圳现在还有哪个行业还能存活的？来，大家看这一条街啊，有的店呢1个月招牌换3次，有的店呢开业不到1个月就撑不住了。像这家店之前最早是做沙馅的，后面呢又做螺蛳粉，现在又做这个白切，1个月招牌换了3次。然后像那边有一个做扣肉粉，上个月20号开业的，现在也马上要准备闭店了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